我是萬萬沒有想到，原來黃芪和茶葉才是絕配。老一輩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，解決了很多人的大煩惱。方法簡單、省錢又實用，但是知道的人不多。那麼快跟着視頻來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這裡是鵬鵬美食坊。黃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，在生活中也非常的常見，屬於一種藥食同源的食材，又被稱之為補氣之王。它當中含有非常豐富的營養成分，比如說黃芪皂苷、多糖類、黄酮類化合物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等。而茶葉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，當然這裡無論是紅茶、綠茶、白茶都是可以的。平時茶葉有很多朋友都喜歡喝，這也是我國的傳統藝術。可是你知道嗎？其實茶葉除了用來直接泡着喝之外，咱們今天還要把它和黃芪搭配在一起來煮。不知道這種做法你有沒有見過呢？有沒有聽說過呢？如果沒有，那麼別走開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先準備10克左右的黃芪，清洗一下，往碗中加入涼水，記住哦，一定是涼水。接下來開始淘洗黃芪，注意了，清洗黃芪我們一定要使用涼水，並且清洗時間也不能太久，否則的話就非常有可能導致黃芪當中的營養成分流失掉一部分哦。所以清洗黃芪固然簡單，但是也有一定的講究哦。不知道平時你用黃芪的時候有沒有清洗呢？記住哦，黃芪看似乾淨，其實表面也有灰塵，用之前一定要給它清洗乾淨哦。洗乾淨以後，將黃芪撈出，然後把黃芪先放入鍋中煮。加入500毫升左右的水，因為黃芪是根莖植物，特別的建議，如果不足夠時間，它當中的成分是不容易被釋放出來的。因此，我們需要先開大火將鍋裡煮開，然後轉小火把黃芪煮10到12分鐘左右時間，然後準備一把茶葉，不要太多哦，否則會特別苦。然後把茶葉也洗一洗。眾所周知，茶葉雖然是直接喝，但是有很多喜歡喝茶的朋友都知道，第一次泡茶的水都會被倒掉，那又被稱之為洗茶水。其實茶葉表面也有灰塵哦，因此在用茶葉之前，咱們也一定要把它清洗乾淨哦。我相信平時很多泡茶的朋友沒有洗過吧，都是直接來冲泡，其實那樣一點也不衛生哦。懂得喝茶的朋友也會知道，茶是一定要清洗的，所以以後你喝茶的時候一定要先洗一洗哦。洗好之後，用漏勺將茶葉過濾出來，然後只等鍋中的黃芪煮好為止。利用這個時間再準備5克左右的枸杞。枸杞大家都熟悉吧？俗話說，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溫杯裡泡枸杞，這足以說明枸杞的營養價值了吧？然後加入1勺麵粉，把枸杞抓拌，直到每一粒枸杞表面都裹上一層麵粉即可。因為枸杞表面凹凸不平，通過麵粉的吸附性，才能把枸杞清洗得乾乾淨淨。不知道平時你在用枸杞泡水的時候，有沒有用這個方法清洗過呢？最後咱們再用水把枸杞淘洗幾次就可以了。無論是再有營養價值的食材，我們也一定要把它清洗得乾乾淨淨，這樣我們使用起來才會更加的健康，也更加的乾淨哦。看一看清洗過後的水是不是特別的髒呢？
你還敢不清洗就直接食用嗎？然後用水冲一冲，這樣就得到了一把非常乾淨的枸杞了。枸杞洗乾淨之後備用。現在鍋中的黃芪已經煮好，揭開鍋一瞬間，你會聞到黃芪的濃郁香味，盛出來看一看，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黃芪已經被煮軟煮胖，並且當中的成分也已經煮至鍋中，然後將茶葉也倒入鍋中，接下來就是枸杞也倒入鍋中，繼續蓋上鍋蓋，用小火給它煮5分鐘時間，5分鐘足以將枸杞和茶葉的成分煮至水中了，然後立馬關火開鍋，因為煮的時間過久，水會變得特別的苦哦。揭開鍋，你會聞到一股非常濃郁的茶香味，這樣的茶比直接用水泡起來會更香哦。經常喝茶的朋友都清楚，這又被稱之為煮茶，而不是平時你所謂的泡茶。看一看裡面的水已經特別的濃郁了，因為當中的成分已經徹底煮至鍋中，最後盛出來倒入碗中。這裡盛上滿滿的一碗，當然鍋中的食材也不要倒掉，可以再次加入水煮上1-2次哦。最後我們趁熱喝就可以了，朋友們。平時喜歡用黃芪泡水的你，或者喜歡喝茶的你，有沒有試過把它們2種搭配在一起來試一試呢？不要小看它喲。雖然說做法非常的簡單，可是作用卻一點都不簡單。這可是老一輩們留下來的傳統土方法，堅持這樣喝一段時間過後，你會有大大的驚喜哦。在這裡該說的不能說，你知道黃芪煮茶的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。如果像現在的年輕朋友還並不知曉它的作用，那麼可以在網上去搜一搜哦。希望這個視頻能夠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們。怎麼樣，朋友們，沒想到吧？原來黃芪和茶葉還能這樣搭配在一起，趕快試一試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哦，拜拜。